91年的3月16号，在一个小区花坛里面，有一个女性尸体。然后呢，上了3楼，哪知道把门一打开，躺了一个男性尸体。这个案子一个关键词：双尸案。天哪，看到他们结婚的这封信，好感动哦。他们约定好去玩的地方，但一个都还没去。哎，他这里为什么有这个啊？就是2只手都有。腿上有针孔，注射器、匕首，他们家怎么这么多凶器啊？他这个牙齿是不是掉了吗？还是怎么样？这里的伤是为什么呀？还有光脚的脚印，你看，会不会是逼他、胁迫他？下午的重点是把这个女性的她的死因是什么，就做了侧轮表现。皮下出血，大脑、锁骨中恶痕的那种都是有。好，我们把这个情况停一下，给你们5分钟时间，一会让你们进来汇报死因和依据。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把你们初步想法讲出来，死因和依据。曲宁，你说吧。我的结论是，我觉得它是因为高坠引起的失血性休克。高坠引起失血性休克，它的损伤是符合外轻内重，然后又偏向一侧的，到处都是骨折，然后脏器又破裂，是一个足以致命的损伤，很多器官都表现出了缺血的表现，挺符合失血性休克。曹玉，我就目前的信息来说，不是因为人为暴力造成的，它都符合那个高坠的特点，就是跟曲林的想法是差不多的。我的结论，它是一个机械性损伤致死，它是最常见的交通意外、高空坠落，还有锐器伤害、重物的一个挤压等事故，往往伴随有机械性窒息的一个过程。机械性损伤致死啊。这陈实基本上一样，就是机械性损伤当中，它不是高坠嘛，所以我也是比较偏向于这个。子彤，定不下来，是因为我觉得它很多损伤都符合这种高坠导致的，但是它也很多器官它是出血空虚的血管，但是我现在在想这个血都去哪儿了，然后我也没看到特别大的血泊在楼下。从目前来看呢，结合现场的情况、案情调查这个情况，包括我们这个女性死者的这个真实死因的话，所以到底是符合曲宁的这个想法和刘兆玉的想法，还是符合向晴晴的想法，还是符合他们的想法？所以这一次呢，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它是一个高坠引起的全身多发性损伤而死亡的。棒，你们真棒。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来了，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解这个死亡的这一套真相了，这个男性的问题还没解决。很复杂。其实曲一宁在现场问了一句话：监控有没有监控？那你们小区有监控吗？有监控啊，咱们后续可以提供一下监控信息吗？可以提供。所以有新的情况。新情况来了呢，这个线索就在我们这个手里面。OK。出去谈。哦，队长，队长。现在是
新来4个人，哦哟，肯定有讨债的，对，还是那个跟踪的，对，跟踪的，对对对，那我就分给大家呗。您来分。我肯定当老大。我要当老大。哎，我是队长，你是小弟。小偷，小广告。小广告，为什么要我的小弟？你别明天让我当队长，有一套。别轮到你是吧？千万别轮到我。现在是你们每个人把你们的身份这个资料读给我们这个实习生，好哟，听一听。我是老大，今年38岁，然后我是一个做高利贷的，做了20年。死者欠了我100多万的赌债，借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你不还我，我就会催一催。这个丈夫总是以各种理由，他就是不给我，甚至开始躲着我。所以呢，我就跟小弟说，哎，去他家楼下盯着点啊，准备随时上门要债。我是小弟，今年22岁，机缘巧合认识了我大哥。老大这人经常会借钱给别人，但这些人借钱他还不还，于是我就帮我老大上门要债。我是小广告，今年30岁，就是个打工人。为了多赚钱，我每天晚上在各大小区里出没，在每一栋楼里边贴小广告。我是小偷。小偷。对，我是个小偷。案发当天晚上，准备对丈夫这一家人进行行窃。那一天，老大突然跟我说，有个人欠了他100万，一直没还，现在人联系不上，于是就让我去他家小区盯着。然后我就下午4点左右混进了小区，在受害者楼下盯梢。案发当天晚上10点半出发去这个小区，就在我准备上楼的时候，我看到了有个男人眼睛一直在看向这栋楼门口的方向，我当时以为是碰到同行，便也没在意。然后上楼之后呢，便在房间里面找了起来。这个时候我听到了进来的女主人打电话的声音，于是我就立马沿着这个阳台的空调外机往下爬。晚11点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妻子回到了家中，但是我并没有声张。等到12点多的时候，丈夫也回来了，我就立马给我老大打了电话。小弟跟我说，这丈夫已经回到家了，然后我就急急忙忙出门。大概我是1点钟的时候到了小区，随后我俩就上门要债。丈夫开门看见我，马上就想把门关上，我就死的在那儿顶住门，然后我俩就进去了。进去之后我就说，你是不是不准备还钱？丈夫就说，哎呀，明天再说。老公，这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他老婆也在家，所以我就特意的强调这件事情的经过，想让他老婆听见。他老婆一听就很诧异，因为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老公在外面欠了这么多的钱，所以她就开始骂她老公，还想冲上去揍她老公，说：“哎，你俩别打了啊，什么时候还钱呀？”然后这男的就说：“再宽限2天就行了。”我就跟小弟说：“走吧，走吧，走吧。”然后我跟小弟刚出门，我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吵架的声音。但是呢，我觉得是人家2口子的事儿嘛，我俩也没管，我俩就回家了。哦，你在骗人！妻子似乎好像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欠了这么大一笔赌债，于是就和她丈夫吵起来了。然后我一旁的老大这时候就有了主意，别激动，让我上去控制住这个丈夫，他自己上去甩了妻子2个耳光，随后对丈夫说：“你不是很在乎你老婆吗？你要是不还钱，我现在就打死她。”然后也许是这个架势把这个丈夫给吓到了，然后这个丈夫立马就怂了，表示2天后一定把钱送到。这个时候我们老大才心满意足地放开了妻子，加上我一起出了门。我刚关上门呢，就听到了里面传来吵架声。但这种事情真的多了，谁家听到家里突然欠了100多万，能不生气啊？我是小广告，在死者的家门外听到了有吵闹声，有女人在哭，还有男人在怒吼。出于好奇，仔细的听了听，只能模糊的听到“别打了”的字眼。我当时以为是捉奸，听了一会儿就走了。
我好不容易完成了整个小区的工作任务，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点半了。然后呢，看到有个人正在门口的面馆吃面 It's me， 就是你。对，因为忙了太久，一直没吃东西，我就在小区旁边点了个面吃了起来。直到我准备吃完走人的时候，我看到了小区口那个原本躲在角落里的哥们儿和一个光头疾步走来。于是呢，我暗暗跟他们跟了上去。之后就听见这2个人在那里嘀嘀咕咕的交谈，听到了“倒霉，管好嘴”这样的字眼。他们说的是实话吗？不一定，我是你们失手杀人了。可我觉得还是不治，他们死了谁还钱呀？那个老大跟小弟的出来时间要在1点半之后了，因为你那时候你先看到他，再看到他们。对，确认只扇了2个耳光是吗？在老大刚刚的口供里面，他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在小弟的口供中，老大是扇了2个耳光。对，他就仅仅扇了2个耳光。但是在我这里呢，有2个词儿：倒霉和管好嘴。扇2个耳光，怎么就倒霉了呢？这倒霉啊，又不还钱啊？不啊，就是除非遇到什么很晦气的事情，才让你觉得倒霉。就是我们俩就是说，哎呀，今天完事儿，结果走了点，嘣一声，然后我俩一看，所以你们是有看到？这个有吗？我猜的，对不起，这是猜的。他们讲的话可能有真有假。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可能还要继续对男性死者连夜要做尸检。好。他有一个特点，刀伤特别多。对。啊，我提示一下你们，机械损伤里面分一个钝器伤和锐器伤，而这个呢是一个锐器伤。常规的致伤物有刺、切、砍、剪。现场刀也在，还有一些测试试验，你们去看看它有多少在里面。好，找到这个男性死者的真正的死亡原因和凶器。朱剧团呢，今天再对这个人物再分析一下。好，这个里面可能真有真凶在里面。那咱们开始现场勘查吧。查一查。好的。去查一查。你进去看。看呗。我觉得这把剪刀，我想一口试试。啊，可以啊。看一看。颈部。这个是奔着死去的呀，颈动脉。如果自杀的话，不会。这个手，袖子上，这里面怎么也有伤啊？哎呦我天，真有啊！头皮，右腹部，这个挺深的，说实话。那你说他这些血是哪来的？颈部的？不知道，我也在想，难道是头顶的？他这里都没有留下来的痕迹，他浑身都没有留下来的痕迹，那就看背面呗。往我这边翻。哇，这个。对，来。看一下裤子。没有。腿部没有伤。确定没有？没有。那他手腕上有痕迹吗？哎呦。他的那个伤，我觉得那个一定是产生了非常激烈的搏斗，很多东西都是抵抗伤。那其实你说丈夫去抵抗妻子，我其实觉得好像不至于受这么多伤。所以确实是老大跟小弟造成了，我觉得他身上多处刀伤的可能。就是中间应该是发生了某些肢体的冲突吧。但是有个问题没有观察到，男性丈夫死的这个位置很奇怪，是在卧室里边。如果说正常的话，冲突点应该是在门口，应该是在客厅那个区域。因为他死在卧室这个位置就更像亲密关系。对，他和他妻子发生争执的地方可能
会放在卧室。对，但是他不可能把老大和小弟带到卧室里面去打一架。对，其实我觉得，因为在卧室里边作案动机最快的，其实还是这个妻子，因为妻子是她这个角度是主动选择死亡的角度，而不是丈夫。而且你们看，丈夫身上的血坡并不是很大，他是这里，他主要是这儿跟头上、颈部。这个伤停，伤到内脏了，他背后有一个，不会捅穿的吗？看下位置，看下位置。可能是贯穿。啊，贯通针，贯通针。那咱们就得找一个很长的痔疮物。像这个的话，它其实痔疮物很好推断啊。就是刺。对啊，它那个形状啊、深度、长度、宽度。有腹部的刺创贯通。这个是颈项部。嗯，是切创。就是像这种就刀刃会比较薄一点，像这种伤就跟这个就明显不一样。这剪创，剪创不应该是这样的，剪创还挺特别的。这个就是八字啊，刚好你看到这里皮瓣都被弄剪起来了。嗯，对。颅骨这个很明显的伤到骨质了呀，然后骨质有破损，就是切得很深，头皮切创。1、2、3、4、5、6、7、8、9、10。他的头真的很规律啊，玻璃划伤会不会那么规律？不是玻璃划伤，我觉得是菜刀。菜刀砍。嗯。这是几个？一个？多个？多刀。这多刀吗？看一下图片。这是一刀啊。它上面这个不是小小的吗？红色粉粉的那个。不是一刀，不是一刀。这应该是割。切。这不抵抗吗？嗯。抵抗的话应该是砍。就这样嘛，想抓人家的刀。哎，所以你看4个。刺创、剪创、切创、砍创，就都起了。要不要先把最之前的那个资料先看一下？是脑吗？是什么水肿吗？还是出血？这个应该是血腔空虚，它很多地方好像都这样。大血管是空虚。对，大血管是空虚。这张我刚刚看完他的右腹部，就有点像之前牛头说的，1刀进去，再出来，再插，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走向。他连肠道都没进去。哪个？这个是肠系膜吗？黄色的。呀。就那个刺穿的地方吗？他就是说没有伸到。但是他没有到背后呀。就切到这里就没了。是呢。可能是贯通伤。但是他没有到背后呀。他连肠道都没进去。那不是贯通伤。是他就是没有捅穿，所以会不会有一种可能，他从肠子中间穿过去？有可能的呀，对吧？而且就那个衣服上的血迹而言，它确实是穿到那边的。这个是穿刺吗？对啊，他衣服上有孔。衣服它有破损，前面有伤口，然后后面也有伤口，就隔着衣服捅。后面的衣服有裂口有血。OK， 那就很难说。但是这样看就不像是致命伤，他没有伤到什么重要的东西。那刀不致命啊，看完。我们要不去模拟痔疮物吧？可以，咱们去模拟吧。老徐，你把那个工具箱搬过来吧。
开得完了，我给你看看。好，谢谢。还有哪些可能的智商物？就那把剪刀。有没有别的剪刀了？这里，这里对吧？来测试。好的，咱们把所有智商工具在同一个肉上用一种智商方式。对，刺切砍剪就是一个肉刚好是一个吗？嗯，来吧。OK， 那就先刺。我们先想一下，就他身上的刺伤有哪几个？这儿，就这儿，还有吗？后面不知道是不是贯通的。我看的石表上的卡尺大概是2厘米，它2点多厘米吧，算2厘米吗？对，我们可以先排除一下，肯定可以排除的是，肯定不可能是这个东西刺的，是吧？嗯，剪刀刺，剪刀刺不穿，美工刀也可以试一下。美工刀太薄了。还有别的智商物吗？这个弹簧刀，这个要小心一点。弹簧刀。不好意思，我没有用过弹簧刀。What？ 会不会弹出来？不会，应该是锁住了。Sorry。哦。长。10.2。宽。宽。2.5。先试一下吧。用力，可以的，这个可以。这把刀是比较像那个关节创可能造成的智商，但它的长度可能不够贯穿。如果只有这些智商物的话，我怀疑是2个，因为这没有可以弄穿的东西啊。这个可以啊。它那个捅穿应该不是2厘米吧？它的窗口是2厘米。不是，它没有关到后背，后背是后背的。对，没有贯通，没有很明显的。那结了，那背部那个也一样。背部是一样的。嗯，一样。行。下一个。砍，就先来砍。砍头部的那个。砍是头部呢，考虑是砍。你小心点，左边的。行，我还没砍呢，就是头和他的手。嗯，他的抵抗伤。嗯，对。你就砍就行了，就砍。嗯。但他的菜刀已经是钝的。再砍一下。砍了之后，你尝试拉一下，往回拉一下。要砍得很用力吗？要很用力。没有吗？没有，嗯。但是头皮的话，应该没有这么厚吧？那个头皮下面有衬垫的，而且力会大很多。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模拟那么大的力气去砍，就这个环境有限。而且它已经是钝掉的情况下，模拟不出来。我自己觉得头皮只能用这个砍，你这个很用力的砍颅骨的话，可以砍这样的。我觉得他头上那个创口真的很诡异，太平行了。就是他如果这样砍的话，那人肯定要动嘛。没有啥头绪。重点就是他太平行了。这录的照片上面有一个阴影，不只有破损。你很用力的砍颅骨的话，可以砍这样的。既然要推断智商物的话，那么我们不如把伤口进行一个深度和长度的测量，同时呢，也对现场的大概能造成同类损伤的这些智商物进行一些尺寸的测量。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觉得一下缩小了智商物推断的范围。量一下吧，量一下多长，就是就在给你判断它能不能造成那样子的10厘米，整个是19，然后回回来是10厘米。下一个，剪创是可以模拟的，是吧？来剪创吧。剪创，它那个感觉是那个没有闭合的，就是你不能剪闭合，只是剪了一半。
翻译过来，这样子试试不？模拟在这个肉上剪一下，看一下它的窗口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很像一个刀疤的，确实形状是很典型的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它夹壁了，只是里面组织已经断掉了，然后皮瓣没有那么容易被剪破。然后最后一个切颈部、手腕，切这个可以快速一点，每个都切一下好吗？美工刀几乎没有痕迹，都可以切开。那最后一个切创的致伤物就多了，这些都可以。那死因呢？哪一处？我觉得是颈部更像。我觉得他这个颈部的伤口可能撕到动脉了，因为他血很多。我觉得致命伤应该在头部，头部也是出血量很大呀。他头上血管，我想一下，这种相当于是空虚的，这种里面还是有血的，大血管都空虚。它可能不是一处的损伤造成的，是多处损伤结合，失血量过多了。觉得还是失血性休克。对。所以咱现在想一想，谁会有作案的动机？最有作案动机的其实还是老大和小弟。而且我觉得这个老大和小弟，他如果真的杀人了，他不可能只杀一个。灭口嘛，必须得。对，因为他如果说只杀死了妻子的话，丈夫是不会放过他俩的。对呀。按照小弟的口供，就是我让他把丈夫给就是这样挟持住，然后我去就是抡他的巴掌，抡他的过程中，也许在一些他的反抗激烈中，不幸他致死，然后丈夫可能就崩溃了。那对于我们俩来说，就摊上事儿嘛，那就必须得把这个人就是灭口。是的，对，就包括妻子也可能是威胁了你们，说你们再这样的话，我就跳楼了，然后就真跳了。然后老大一看傻眼了，把人给逼死了。对，那老大他们只能说是一不做二不休。是的，是的。咱们现在没法确定死者的死亡时间吧？死者的死亡时间都没有说。那咱俩走之后，他们也是有作案的时间吧？也是有可能的，也有可能，反正两个结果，也有可能是丈夫逼着这个妻子说你给不给我钱，对，然后妻子就死都不给，死都不给，然后就跳楼了。丈夫把她逼下去之后，发现情况不对，丈夫在自杀。他自杀不可能给自己上划那么多刀，按常理是不会的。妻子她可能比如说吵架的时候失手打死了丈夫啊，然后对，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然后也或者是不懂得法律的保护。做完案之后，妻子自己跳下去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我们现在有这么两个大的方向的可能性，到时候我们等他们的尸检报告出来之后，一起来看看真相怎么样。因为我们都是推测嘛。嗯，好。末11点半了。我不敢想象今天还要熬夜写报告。哎，他怎么给我收了？啊？怎么给我收了？你的饭没了。我还说我回来要吃的。那是我们的午饭还是晚饭？啊？晚饭。你在香锅。那我的午饭吃的是什么？哎，香锅是午饭哎。那你们晚饭吃的什么？晚饭没吃啊。哦，那我吃的奶茶。哦，我也吃了奶茶。我吃饭了吗？妈呀！你面膜还能吃吗？不能吃就不要吃，又很拉肚子。那我扔了。哎呀！开拍完了是不是可以下班？你没有写包，回去写吧。写完。我回去写呀。我要写完再走。你写完再走。我们这个今天晚上这个要写报告吗？
怎么说呢？我们是真的能写的，因为解剖跟病理都给我们了。写是能写的，夜也是可以熬的。要不我们分工，几个人搞病理，几个人搞尸表，对，相信彼此。大家都一个分数嘛，就大家不及格都不及格是吗？重大过失。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有一些基础的东西是可以共享的，但是写这个部分得自己写。加班。我回去写，回去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好想想。下班吧，我打算下班了。我也要下班，等我取个眼镜嘛。好的。完了，取了眼镜，我就再也看不到你们帅气的脸庞了。帅气的脸庞啊！你取完了吗？取完了。走吧。好。那你们，反正我要。那个你们拍的切片发一下，诚实我一会把它发到群里面给你。你先走吧，过不去。那我先下班了。好的。那我们先走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我觉得我要整理一下今天的东西。所以待会见。拜拜。好，拜拜。Hello。Hello。脚相好。Hello。Hello。他那个右手臂的伤你们有拍吗？给我发一张有吗？没拍。小徐你拍了吗？啊，他右手的伤，拍了。你看一眼。好，谢谢哥啊。哎呀，没有头绪，来杯雀巢咖啡找找灵感吧。哎，这一下都在，那我们就开个会。好，这个昨天晚上大概到几点钟？你们看到4点。早上4点。所以看的都是很疲劳憔悴的样子。在这真正的实际情况，双尸案的这个发生，它的这个失误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都是等着你们这个
通宵达旦的工作是一个常规的动作了，他不可能说我晚上睡觉，第二天再这个事儿，所以基本上干警们可能要连续熬夜，法医有什么新的发展、新的动静，立马就要汇报，汇报完了以后就马上给我撒出去，所以这是常规性的一个局面了。所以法医随时调整休息、调整状态，非常非常重要。我先把我们现在得到的一个结论告诉你们，就死因的这个结论是多种锐器导致的失血休克。它可能不是一处的损伤造成的，是多处损伤结合，失血量过多了，还是失血性休克。对。因此，我们今天可能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究竟哪一个锐器要了他的命？当然，可能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谁导致了这种死亡发生的？可能待会儿呢，我们就可能要到现场去，然后就跟朱立涵重新要开始搜寻，看看他能不能还原这个案件。走啊，拿个本儿，拿个笔。那你们这种没睡好的状态下，怎么在保持兴奋呢？喝点咖啡。就咖啡。我以前工作也经常熬夜，压力可大了。我退一边，徐玉林退一边，各自找鞋。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姐姐，各位老师，到齐了。好，经过他们昨天晚上和你们昨天晚上这个辛勤的这种加班，这个实际工作当中双尸案件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休息的，就通宵达旦的工作，你得快速找到这种真相，告诉侦查员呐或者侦查方向，所以他们昨天做的上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真实状态。昨天晚上呢，这个半夜实际上是又得到一个新的一份材料，有个人去自首了。自首。老大自首去了，这是爆炸呀！哎呦，这是小弟的认罪书。出来重要的。哎呦，我自首了，说明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他去替老大顶罪去了。哎呦，是不是你逼迫的？谢谢你们能在百忙之中抽看我写的认罪书。今天呢，我在家里怀着十分懊悔的心情，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之后，给你们写下这份认罪书，前来自首。我们说突然练看他说的话是真话假话啊，我是小弟。一次偶然的街头斗殴，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大。我以为我找到了指路明灯，从那之后立志要追随他。我老大是做高利贷生意的，可笑的是，我还一直认为他是乐于助人，直到这次事件让我看到了赌博和高利贷是怎么让一个家庭破灭的。案发当天，我在下午4点左右混进了小区，在受害者楼下盯梢。晚上11点左右，妻子回到家中，但我没有声张，直到晚上12点多的时候，丈夫回来，我立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大。老大大约在1个小时左右赶到了小区。和我碰面之后，我们上楼敲门进入了受害者家中。老大让我控制住丈夫，我拿刀抵住了丈夫的脖子，伤了他的背部和手臂。老大随后对妻子进行了殴打和各种侮辱，包括用注射器往妻子体内打了葡萄糖，但吓唬她说是毒药，将妻子的头按进马桶，对着她身上撒尿等等。好恶劣呀！妻子突然暴起，冲向阳台跳了下去。我和老大都懵了，因为我们从来没想过闹出人命。我准备撒腿就跑，谁知丈夫立马上来和我拼命，我只好用刀和他搏斗了起来，并伤到了他的虎口和腹部，造成了丈夫的死亡。对此我很后悔，我要说声对不起，对不起那些被我亲手逼到家破人亡的受害者。我懊悔不已，我是一个罪人，我对我行之事非常悔恨，我愿接受法律的任何处理，这是我罪有应得。
我要他们一个是看看你刚才那个自首里面他们有没有听懂的，问一问，有没有没听明白的。中间那个过程是小弟先去控制住丈夫，然后老大去扇妻子的巴掌，然后把他头按在马桶里面，然后对他撒尿，然后妻子这个时候就自己跳楼了，是吗？愤怒就是抱起冲向阳台跳下去啊。这个情节实际上早上我们这个曲宁提到过一个事，就是这个料烧的味道，他认为是有羞辱的过程。关于尿骚味的补充，就是因为考虑到是一个讨债的这样一个案情，有可能是出于羞辱或者是胁迫的一个行为。你不知道他怎么想出这个问题来的？这个看的文献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就很多文献会对于这点会有疑问，有一些生活经验吧。那么这份笔录对你们进一步开展工作有没有帮助？有方向，有一些帮助，有一些帮助。有漏洞。什么漏洞啊？就是丈夫身上其他有一些伤，他没讲。对，因为他这上面描述的几处伤口和丈夫身上的伤还不足以完全对应上，包括那个剪刀如何进去的，包括头部的，他其实在这里面是没有交代他对他头部产生任何的冲突、伤害，伤了他的背部和手臂、虎口和腹部。如果在这个地方只描述了那刚刚的4处的话，那剩下的伤口就是老大造成的。他那个伤口也未必致命。对，小弟的这4处伤口也许不是最终导致致死的那个伤口，而致死伤口其实是由老大造成的。他可能是避重就轻，只讲了一小部分。认罪书只是说妻子是自杀，然后是小弟杀死了丈夫，就老大完全脱责了。对啊，就是老大胁迫的，可能是老大胁迫他的父母作为要挟，然后他让小弟写的这个替罪书，威胁啊。所以这个男性这个遗体，他的这个要命的伤口是哪一类或者哪一刀？然后如果说能够确定这个刀，确定这个伤口是他的话，那么这个致伤物上面的痕迹是不是很重要？对。这里面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小弟真的是在混淆视线呢？很难讲。所以后期我们这个法医就提出了问题，我们要找到他的这些致伤物上的痕迹，啊。根据我们这个法医的这个初步的判断的话，我们公安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就是你们在加班的同时，人家也在加班，加班的结果给2份你们2份报告，还有翻转，一个是这个菜刀上的指纹和菜刀上的这个血迹，包括这个菜刀的这个握手上的这个 DNA 的分析。真相没有那么简单。带血菜刀上3枚指印中，有1处指印是丈夫左手食指所留，有1处指印是妻子左手食指所留，还有1处指印是老大右手拇指所留。拇指，右手拇指。然后这一份就是说这个菜刀上面的血迹的分析，首先这个菜刀上那个血是人血。然后他取了很多，就是 A 面、B 面，然后各个地方的擦拭的血迹，都发现这个血迹是丈夫的，都丈夫的。就是菜刀上的血都是丈夫。对，菜刀血是丈夫的，但是刀把上的指纹有老大的，有老大，有2个死者的。因为刚刚说了，有一个深达颅骨的在脑袋上的伤口，而且大拇指容易，他如果发力的话，要么是食指，要么是大拇指，其实。那现在的问题关键来了，这个人身上的伤是怎么形成的？谁形成的？因为它涉及到定案定性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说是这个误伤，那算个意外，是不是老大在里面起了作用？也不知道。早还钱不就没事了吗？有没有可能是自己干的事儿？这也不知道。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信息是比较矛盾或混乱的，有点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需要我们今天呢要采取一种模式，就是我们的这个助理团，和我们的实习生编成2个队，混合队。你们要想办法，能不能做一些模拟实验，
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现在我们赶快就换鞋换衣服，戴手套。等会化血精吗？有可能。走。非常好，大家以非常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这个华东政法的王教授。大家好，大家好，又见面了，非常非常感谢你，第一次来到现场。法医学它实际上你要有相关的法律知识，所以我们会请像王教授这样的人来对他们一些普法的一些宣教。那么现在这样子，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去做模拟这样一个现场。你们要完成2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为什么男性死者最后会躺在卧室，第二个是要判断死者的致命伤或死亡性质到底是什么，好不好？这里应该是发生过什么？所以我是死在卧室的，还是死在外面？他把我抬进去的？我觉得砍是在里面，因为菜刀是在里面，我不会他们走的时候我自己拿把菜刀提进去死在里面。书是丈夫拿出来了，那个结婚的那个。上面的指纹，那个鉴定报告是只有丈夫有啊。那么就是这样，控制她老公，然后呢，其实是威胁的妻子的时候，我们是分开的。就是我在卧室里，所以在卧室里被控制的，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受伤了，会流血，但是其他地方没有血迹，没有你的血迹，所以你只能局限在卧室里。哦。但是有没有这么一个可能性？我把这个妻子我羞辱完了，我把她拽回来，扔到她丈夫面前，然后说你再不给我钱的话，我就要什么什么杀你的。然后丈夫说我们家卧室还有钱。小弟带丈夫老大去卧室掏钱，妻子自己扔在这里，妻子跳楼了。对，丈夫从那边知道了，生气了，要和她拼命，所以最终的打斗才发生在卧室。老大就这样反身到这儿。拿起这个菜刀，没有，就是把他从厕所拖出来的时候就直接拿着了，也要吓唬妻子嘛。好，现在跟着他们进来找钱，那边妻子跳楼了，这边急了，然后反抗，跟小弟反抗。对，小弟也拿着刀，然后老大呢就对。而且他这个很像是他是从正面打的，就是他坐着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正面。如果正面的话，很有可能是小弟，比如说再给他夹住到后面，老大给他一刀。对，前面的大概的流程，我们先这样想，后面可以再捋得更清楚一点。好。是这样，我来做我个人的一个补充想法，是这样的。我跳楼了吗？跳完楼之后，老大跟小弟意识到出人命了，就想逃，就想走，然后你就拖着疲惫的一个状态以及伤势，你就回到房间，就想到妻子之后，就你感觉你快不行的时候，你就找到了你的一个精神寄托的一个倾诉。这个太就最后的一个精神寄托吧。太抓马了吧这个？我也感觉有点抓马。这个想法极有可能，剧情非常难以假设。我们来一下实验试试吧。还有这个手工刀，它缺损。那个美工刀，就是因为它是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小弟一开始在客厅威胁他的时候，先是拿美工刀。我觉得我胁迫一个人不会拿美工刀，是有点太小了，是不是？觉得？我倾向于拿弹簧刀。我说一下为什么我排除美工刀，因为它那个就是包括手臂，然后这个部位其实都是同一个武器造成的，然后不仅仅是这个切创。
所以应该是类似于这种比较锋利的，又可以刺的，又可以刺又可以切。那应该是弹簧刀，因为这个刀是在厨房里面，但这是在屋里面的，客厅，它是客厅的，那就还是偏弹簧刀。首先就进门之后在客厅打，先是架在脖子上，然后划了几横，就是不用划几横，就这样子就抵住就出现了吗？对。那试一下嘛，你看试一下嘛。来，它是这样。哎，你不要！哎，别动，你别动。还确实是会在这儿。不要。然后你可以拿刀，可以这样拿，这样子拿刀，就不要这样拿。对，换个方向。对，这样子拿刀。这样是吧？对，这样就更贴合那个窗口的那个走向。确实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对，因为肯定会挣扎，他不可能说是束手就擒，所以我们就确定是他杀了。肯定是他杀呀，一定是他杀。很难自杀了。跟你讲现在这个情况。身上的锐器创很多，而且分布也比较广泛，它不像是自己自杀会形成的那种痕迹。但它很平行，而且只有一个交叉。颈部呢是有3条划痕，其中1条是独立的，另2条是相交的。他手腕也切了一刀嘛？你觉得自杀自己揍痕还是别人？别人手腕怎么弄？而且他手上还有遗书，还有那封信，你怎么确定他是他杀呢？手腕和颈部，它都是有这种自杀的倾向的，这种叫做视切创，就是手腕上会有很多犹豫的划痕，它划得不深，但是有很多，就是老大和小弟不一定把他打死了，但他们可能以为自己打死了，走了，但其实他还奄奄一息，是吗？然后他自己又给自己补了2刀。可是他为什么要？但是我说实在，那个样子，我如果挨成那个样刀伤的话，我没有必要再给自己割腕死了。我也觉得，我可能就是我只要任我自己死去就已经自杀了。核心问题来了，这个男性的尸体，自杀、他杀、意外。我觉得是他杀。你呢？是的。是的啥？你是就是他刚才说他杀嘛，他杀。对。当时考虑他杀也是因为他这个头部主要是真的砍得很深，是砍到这颅骨了，而且我也没有足够的这个证据证明自杀的想法。这边2个人认为是他杀，你们那3个人他杀吧。他杀。哪一个是致命的刀痕？砍头，只能是砍头了。谁砍的？老大砍的。我们老大。头皮的血管非常丰富，你看经常就是老是打破了一个口子，满头都是血。那头皮的血管它不收缩，很硬，所以一旦头皮受了伤，血就不往上涌。这么多刀在上面，所以这个人的血泊啊什么都是证明，这个是有休克，跟这有关。刺穿的这个地方没有伤到内脏，都不要命。2组都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最后还要把他劫持到卧室去呢？去卧室拿钱。我们是去拿钱的。我们也是去拿钱。去卧室拿钱。那个我这边刚刚我们沟通过，有过一个想法，就是在妻子跳楼的时候，大哥和小弟当时就觉得出人命了，就下意识就想跑的时候，丈夫当时是身中数刀的，他感觉自己的一个体力不行了，就返回了房间之后，翻到了他们结婚之前的一个致辞，是最后的一个精神寄托还是怎样的？这时候刀伤形成了吗？形成了。那有没有血迹呢？我看到这么大量的这个血迹，如果这个刀伤，这个它也是我这边不敢去确定这个因素的原因。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不是这样。自己能造成吗？这个也有可能，他是自己造成的，这叫自创伤。他是想伪造成被他人杀害的一个刀，一个那个假象是吧？对，
自己砍是可能不容易的，应该是可以。这个砍痕有什么特点？它是平行的，平行的、密集的、规律。这种实验你们还想不想再重复一遍，看看有没有出现别的变化？好，你们进去吧。我们进去哦。你砍我？我砍你，你就躲呗。你先砍我一刀嘛，然后你可以反抗，你可以反抗。我肯定往下倒啊，往下倒，然后这个时候再砍一刀下，我可以接住。好，然后呢？然后疼。你别用力啊，哥！我没有用力，你用的力，你用的力。不好意思，来换把刀，不好意思。那菜刀来给我吧。不好意思，给我吧。Sorry。行，没事。你再持续往我头上砍，可这时候小弟可以控制我，疼我就倒下去了。你会往后退，对，是不是啊？至少你会往后退，对，就没那么平行。我就是看到翟潇闻在那边演示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很像是自己可能会造成这种比较平行。那个刀上也确实有他的 DNA。自己在这砍。说实话，这种想法是非常有可能的。我现在觉得。那就再来，小弟如果有控制我的情况下，你上去控制住他，绑住他，就是稍微躲不了的情况下，我会怎么样？然后我又往下倒，然后小弟这时候可以抓住我，我动不了。你这个，你还把头送过来？你头要偏啊！你头要偏啊！你控制我，控制我了。行，我控制你，你控制我。我们先打斗。对，会躲。对，真实。这种反应是比较自然的。对，所以他的刃会很乱。还有随着人不断倒地的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这样平砍上去，它的刀痕应该是会越来越向前的。对吧？即使平行的话，也不应该是全部在头顶。回来了。现在问题来了，你们还坚不坚持这个刀痕是老大造成的，或者别人造成的？至少你会往后退，刀痕应该向前的。就不坚持原来的。为什么不坚持呢？头会闪躲。就他那个伤痕是不符合被别人砍的时候的那个痕迹的。就有可能他是他自己造成的。你们再考虑过没有？这个手腕上的这个伤，你们都认为是切割伤，那这个手腕上的这个切口锋不锋利？中间有挫伤，不是很中间有对。就是他刀刃的问题吗？那现场的这些致伤物里面，那个菜刀被砍了之后，他自己是不规则的，然后他也想自杀。这是不是一个动作的先后了？对。所以如果这个刀子就已经折了这个样子，再拿这个钝的刀子去割自己，是个钝性的一个切割伤。对。这个刀子卷了口以后，这个折的东西到哪去了？在有没有镶在他的骨质里面？我想看一下腕部那里有没有刀口的切片，刚是说到的。所以这些是我们要观察上的，要很仔细。这种密集的砍痕这个事情，我们老北从来不像这么多砍，你们下得了手啊，是吧？都怪我。老北从来不像这么多砍，你们下得了手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到了真相揭晓的时候了，到底这个事件是个什么情况？周队，只有最后一次当队长了，拆线。是。案件真相概述：某年3月16日01点13分，犯罪嫌疑人老大及小弟进入受害者家中非法要债，期间先后对受害者丈夫和妻子进行殴打。小弟受老大的指使，用随身携带的匕首捅伤丈夫的背部和手臂，共计2刀，将其控制。老大从受害者家中拿出一把菜刀，
抵着妻子，逼迫丈夫还钱。丈夫苦苦哀求，称说他自己没钱，老大便将吸入了葡萄糖的注射器强行注射到妻子的左肘窝处，谎称是毒药，对她进行恐吓。又把妻子架到卫生间，把她的头摁进那个马桶里进行羞辱，对着她身上撒尿，强势地逼迫丈夫还钱。妻子在受到犯罪嫌疑人殴打凌辱之后，羞愤地从阳台上跳了下去。丈夫情绪激动，拼命反抗，被小弟再次用匕首捅伤了虎口及腹部，共计2刀。随后2人逃离现场。老婆，丈夫在绝望之中想以自杀嫁祸给债主，于是拿起客厅的菜刀将卧室走去。丈夫进了卧室之后，拿起了结婚当天写给妻子的结婚誓言看了看。随后，他举起了菜刀，对着自己的头疯狂砍了10刀，然而并没有死。丈夫便用菜刀对着自己的颈部和手腕割去，以求速死。最终，丈夫因急性失血休克性死亡。自杀嫁祸给债主，2个都是自杀呀！天啊，好惨。所以这个事件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站在受害人的角度去考虑，别人打我的时候、伤我的时候，我会有什么反应？说这个人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他的痛觉是非常不敏感的，会一种麻木状态，要注意这个事情。这个案件2条生命的陨落，他们俩的死在法律上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定性？那首先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就是2位讨债的他们是否在刑事上有责任。我们要看这个案件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模拟案件设置时间点非常好，它是3月16号。因为在2021年的3月1号，我国通过了刑法第11修正案。那如果这个案件是发生在2021年的3月1日以前，它就不能适用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刑法，它要适用旧法。修改刑法以前，一般对于这样一种行为，我们是定为寻衅滋事罪。那现在新增加了这一条叫做催收非法债务罪。这2个讨债人，他中间还有恐吓以及故意伤害这种行为，这些行为在我们刑法上实际上都是被这个催收非法债务的这么一个行为给吸收。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妻子的这个一个自杀，包括丈夫的这个自杀，这是一个非法催收债务的一个后果。对，这在我们法律上在认定最终他的刑事责任的时候，法官会作为一个加重情节，在量刑的时候可能就会顶格来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仍然是需要为这2位的死亡负责任。我们讲黄赌毒这3样东西，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不能碰。应该说，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你可以赢钱的赌局。所有赌局的这个建立，庄家他一定是在给你设套。这个丈夫最终因为欠了100万的赌债，导致这样一个后果，很遗憾害了他的妻子。丈夫也是最后在悲愤状态之下，为妻子进行了一个殉葬。对他个人来讲，有点咎由自取。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双尸案，大家也知道很恐怖、很复杂，然后呢，里面就面临了很多问题。总的来说，这一次的考核，因为难度系数非常非常高，不是一般的能熬得住这一关熬过去的。我们不论这个结果，最后这个结论怎么样，
这个女性的这个判断是非常精准的，男性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有些干扰项非常强的，所以呢，先公布一个好消息，每个人都过关了，而且我觉得成绩2个最高分是同样的分，有2个这次。对，但是还是希望助理团你们猜一猜，你就猜个第1名吧，最好的你们猜一个。我猜紫铜，小七猜紫铜，我再加一个曲解，头皮切创、深打骨蛀，我觉得是菜刀，就是包括手臂，然后这个部位其实都是同一个武器造成的。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冲跳的可以，没有啥头绪的。我猜一个我们队的曹煜。曹煜啊，第1名。那我力挺婷婷，我也力挺婷婷。你没有资格说话。我选个陈实。对。所以呢，2个最高分是曲玉宁和徐子彤。哇，被我压中了2位，谢谢。他们都是85分。哇。然后呢，这个2个最低分，其实也是在80分往上的这个位置上。好。一个向晴晴，一个陈实，2个都是80分。曹煜呢，你就在这中间，83。很好。为什么是这样打分呢？其实。理由是这样子的，曲宁应该是表现得非常优秀的，他应该排得更前的，但是因为你的这个失误，我就怪你头上来了。这个死者的指甲里面是有这个检出 DNA 来了的，但是你们昨天没人要，没人想这个事儿，而这 DNA 是老大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漏。你的这个职业这个经历和这个专业背景。可能更多的应该想想这个问题啊，就是确实我自己是误诊做 DNA 这块的，没有把每一次该做 DNA 的地方提出来，就是自己专业的东西如果发挥不好，那就是得骂。2位后面的也别灰心，其实是你们是巨大的进步，已经是，特别是陈实。这是我对他们比较满意。真的是超乎我的意料，大家在这个作者当中已经超前的在思考问题了，真正的是在用法医的这模式在工作了。因为法医现在需要职场的年轻人去坚守、去传承，他们能吃苦耐劳、坚持、坚韧不拔这种精神，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法医一个好法医就是这样。可以的。好。我们收到一个通知，要求我们赶快到一个现场去。去哪出差呀？应该是村子里。村里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发烧发热，不生小孩。老人说这个村子之前是坟场。坊间有一个传闻说有一个男人出轨了，妻子当天晚上就穿着这个红裙子自杀，诅咒村子里的人永远都不会有后代。有一个女性村民在家里死掉了，死者是个孕妇。这个精子的活性是很低的，但是她又怀了。为什么她丈夫没死？她老公要杀她呀。她死的时候穿了一条红色的裙子，一定是为了报复。宫回有点不正常。这肝脏这件事太不对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模棱两可的。根据线索，在90分钟之内提取物证。这里有红色的石头，这个拿走就行了。快，赶紧！村子里面发生了一场坊间有一个传闻说这问题。时间到。好难呀，对吧？那到底是什么？然后就没了。我死了。法医真的很不容易，从这么纷繁的这种
现象里面去找那一个真相，很绝望，很绝望。那是我经常的表现。是。转转转，然后转转。你要带胸吗？行啊，可以啊，转转。哇，不会是舞蹈家啊？这怎么都抽糊了？这不是有钥匙吗？我的语言已经在嘴边了。怎么我们两个都疏忽了吗？哇，我的机子！放着，快走开！头部外伤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头部外伤一般分为闭合性外伤，轻的可以造成头皮血肿，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开放性损伤。开放性损伤一般可以造成头皮裂伤，即使很小的裂伤，出血也比较凶猛，止血比较困难。这是因为头皮血液很丰富，同时头皮裂伤以后，血管一般很难回收，自己闭合，所以一旦遇到头部裂伤，我们第一时间用无菌的或者干净的敷料覆盖伤口，加压包扎或者压住几分钟，压迫止血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去就近的医疗机构进行规范的处置。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有人欢呼，有人孤独，感谢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共舞，一路前行，仰望星辰，也许告别，也是新生，走在微光之下，探寻生命的真。上微博参与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话题讨论，边看边聊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初入职场的我们官方微博，了解更多案件隐藏细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职场、微博政务、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 QQ 阅读、WiFi 万能钥匙、百度输入法墨迹天气、YY 直播智行、Zakar 一点资讯、木鸟民宿。看见月的另一面。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人民。紧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这潮汐。我会告诉我自己，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善念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宣誓人：向晴晴、屈意林、陈实、刘朝玉、徐子彤。